老妹儿，领口拉低点。你妹妹在嘉悦集团上班，让她当众都舆论，万一影响到工作怎么办？再大个公司也就一份工资，搞不好摊位怎么替全年还债呀？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我豁出去还不行？我妹是有料的，准备开始直播喽！喂，你快来救我！我爸给我安排了相亲，我退不掉。我这还得直播还债呢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白富美，要去你自己去啊，我可不去。这样，我出10万，你就帮我这一回好不好10万，马上转账。你好，请问是范洛洛小姐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终于找到你了。对，我就是人见人爱的范洛洛。你好，我叫许嘉义，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什么？他居然是我老板，嘉悦集团新上任的总裁。好吧，既然来了，那就走一下流程吧。我妈就是一个败家的富二代，一个月随随便便就要花好几十万的，光我的包包就有好几百个，所以男人跟我在一起的话会很有压力的。有钱能买来开心，有何不可？消费是其次，最主要的是我很爱玩的，越南无数。你嘛，顶多就算个 B 货。那 A 货是什么？这 A 级货色呢，除了要有英俊的脸孔，起码要有强健的体魄。和你说的 A 货相比，你觉得我的体魄如何？我还有腹肌，你要不要检验一下？不，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。许先生，请你冷静，我们这是相亲，不是调情。范小姐刚刚不是说自己很爱玩？我只是爱玩，又不是好色。你呢，非常符合我的结婚要求。我才不要跟你结婚呢！范小姐来相亲，难道不是为了结婚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好吧，这可是他逼我的，那我可要使出我的杀手锏，放大招。范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这种情况需要人工呼吸。现在这个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我这个病身不由己的，我也不想让你为难，所以再见。等一下，加一下联系方式。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难道你想每次见面都通过中间人？再说，我们的婚事是不是要讨论一下？你说什么呢？范小姐，我认定了你。徐总，没想到你还会来相亲啊！爷爷年纪大了，他就只有这么一个愿望，我还不满足他们。你还别说，这次相亲可算是收获颇丰，我见到了我朝思暮想的人。我都要被你害惨了，他居然是我的老板。如果他知道我是假冒的，那我就连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都要丢掉了。家里的债每个月还得靠他来还。你是我唯一的闺蜜，除了你就没有人能帮我了。算了，那我们俩想想该怎么办吧。他堂堂嘉悦集团的总裁，怎么会如此轻易结婚呢？有道理，也许他只是想玩，或者是一时冲动。对，以防万一，咱们今晚呀通宵研究他的死穴，一定要让他知难而退。什么？你要把李叔的儿子炒了？李叔可是元老啊！爷爷，您不是让我尽心尽力管理好公司吗？爷爷心里不落人呐。那爷爷，我如果告诉你，看上了那个相亲的姑娘，准备和她结婚，那这样您心情会不会好点？真话？真的。好，只要你能成家立室，那就说明你已经成熟了。你做什么事儿，爷爷支持你。小许，他妈给我出来！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，谁让他给我开的？又不是我们销售部的总经理，我们被炒了。李经理找我，为什么把我开了？为什么开你的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我爸是公司元老，没我爸，你爷爷能打下这片江山？
所以这就是你中饱私囊、贪污受贿的理由。我爸功劳这么大，我就拿这么一点点，有什么问题？那你爷爷也没说什么嘛。本来我念你爸和我爷爷打拼多年的情分，想给你们一笔体恤金，现在我收回。我是太君，我跟你拼了！我是太君，我跟你拼了！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开除你？我最讨厌别人骗我，尤其你还把我当傻子。现在我不仅开除你，还要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。糟了糟了，这次恨别人骗他，那我不是死定了？这谁呢？这是不给我枪，我就弄死他！你要钱没问题，但你要是把人弄伤了，那你就再也跑不掉了。别过来，离远点！喂，洛洛，倩倩，出大麻烦了！什么麻烦？他居然说非要跟我结婚不可！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我给你他的电话号码，以我的名义把他约出来。行吧。好，今天晚上我就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拜金女，看他还敢不敢动情。你的嘴唇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一个意外而已。幸亏他没有认出来肇事者就是我，口口声声说要跟我结婚，结果玩的倒挺好，嘴唇都让人给亲烂了。我这不是轻伤啊，这是碰伤。我开玩笑的。走，咱们现在去买衣服。我这一天不买新衣服和包包呀，我就浑身发痒。小姐您好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你知道有什么新款，通通给我拿出来。好的。我接个电话。糟糕，这不是钟浩吗？喜欢就可以去问。小姐您好，我们的新款都在这里，请你随意挑选。哟，这不是赵倩倩吗？怎么现在敢逛名牌店了？你买得起吗？你当初啊就是个穷光蛋，当初想方设法的勾引我们家浩浩，今天知道他在这儿，又想故技重施是吗？你放心吧，像周浩这种人，没有人会跟他抢。倩倩，你这话说的就有点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了。我上学那会儿还一直追你，谁知道他家欠那么多钱？怎么着？今天来这儿又想钓富二代，那不很别说那么难听嘛，万一真的有傻瓜呢？不对哦。麻烦这些衣服都帮我打包了，谢谢。看不出来你还喜欢这件呀？这样，你要是伺候老子一晚，我可以考虑买给你。闭上你的臭嘴！穷光蛋，我看你一会儿怎么出丑。小姐，您共消费335000元，扫码还是刷卡？刷卡。咦，洛洛给我的金卡呢？洛洛给我的金卡呢？我明明就放在包里。33万呐！我就说你怎么可能消费得起嘛？还要在这儿打肿脸充胖子。哎，下不来台了吗？你活着就是个笑话，让人家推一车衣服来，一件都买不起，一件都买不起哟，真是丢死人了。给我买下全场所有的衣服。这是全球100亿至尊黑卡，他怎么会有？不要，刷我的金卡。怎么，我的新衣服太多，要不要送你一件呀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们走。拿着，我不喜欢花别人的钱。可我不是别人，我是你未婚夫。就是他，假冒范洛洛小姐，我已经上报我们经理了，上，把他抓起来。别碰他！大胆！
骚扰我的 VIP 客户，工作不想要啊！实在不好意思，范洛洛小姐，一场误会。这个导购他是新来的，还站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滚！范洛洛小姐，还请您妥善保管好这金卡。谢谢啊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些衣服打包，改天我派人去拿。好的。衣服买够了，还想要别的吗？包、鞋，你想要我都可以给你们。我去，拜金你都吓不跑他，干脆来个狠的。我突然不想购物了，不如我们去开个房。原来你好这口。刚刚那个人是我前男友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是那方面不行，所以被我甩了。体力不行，体力是一方面，什么情调呀、技巧缺一不可，你说对吧？那所以你的所有前男友都需要这方面的证明吗？这还用说？如果那方面不行，我要他有何用？你敢不敢跟我试一试？当然了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和平分手的。我保证绝不透露一个字。既然你喜欢，那有何不可？我就怕你停不下来。你好，我订了一间房。好的，你稍等。走吧。害怕了？没呀，我怎么会害怕？那你抖什么？我是兴奋，兴奋。怎么办？他在公司说过，他最讨厌被人欺骗了。啊，不行，我要上班。啊？不是，这个点儿你上什么班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喜欢玩 cosplay。今天晚上你就是霸道总裁，而我呢，就是你的小秘书。我正在上班，而你学艺。没想到你真的很会玩，我本来就是总裁，对吧？我的小秘书。你要先去洗澡，去洗澡。好，反正本来今天晚上就是你考验我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会满足。不行，再这么下去，我要晚节不保了。我得赶紧走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这人身上怎么这么硬啊？撞的人家疼死了。没事，没事，也怪我走得太急了。你先请。你先请，没事。这款男人才是我菜啊！可惜现在没时间了。我的倩倩，一切都按你的意思进行，你还满意吗？抛开金钱、身份、地位不谈，你喜欢我吗？今天必须得告诉我，他们到底在哪个房间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能透露客人的隐私。你不说，那我就报警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你这个人渣，让我闺蜜在藏哪了？他在哪里？放开我！没想到你这么帅，竟然跟他是一伙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和你闺蜜在一起？给你房卡，让你看吗？倩倩，倩倩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你。许佳怡这个人渣，一定要报警把他抓起来。怎么了，洛洛？为什么要报警抓他？他不是已经抓你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们什么都没发生。难道那方面不行？我知道你还没有准备好，放心，我不是玩弄你的感情，我不会在你没有准备好之前就让你强行接受我的一切。
我已经等了你很久，不介意再多等一会儿。你不再强求我跟你在一起了？这一点当然是不会变的，只是我希望在我们结婚之前培养好我们的感情。我们的约会可以继续下去，一次不够2次，2次不够3次，甚至10次。哦，原来这许家印在玩欲擒故纵啊！我看这许家印是对你动真情了，不然也不会这样待你。那我以后该怎么办呀？这不是好事儿吗？你马上就能嫁进豪门啦！难道要我告诉他我不是真正的范洛洛？直接承认呗。他要是真的喜欢你啊，肯定不会在意你别的身份。他要欲擒故纵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，范大小姐。也是哦，要是许家、范家强强联手，至少在本市也算是天下无敌了。我爸打的就是这样的算盘。他一定非常渴望和真正的范大小姐联姻。你是不知道他有多野心勃勃，他做事绝不留情面。我是亲眼看到他一上任就炒了不少公司高层，就连他爷爷老臣子的儿子都被他开除了，还说要送他去监狱。我最看不惯这种口蜜腹剑的心机男。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呀？他说他要跟我约会10次，到时候如果我还没爱上他的话，他就不会强求跟我结婚了。好啊，倩倩，不就是约会10次嘛，一定要提住。到时候我跟他和平分手，我就做回我的赵倩倩，你呢也不会再被许家所骚扰，那咱们就雨过天晴了。太好了！爷爷，干嘛这么兴师动众啊？还搞什么团建？你看你一上来就开了那么多人，这都上上下下人心惶惶。这次搞这个活动啊，就是要安抚人心，树立你亲切温和的形象。明白了，爷爷。对了，我听说你跟范家那个千金相处的很不错哦。啊，是。对了，我跟范叔也说了，让他把这个千金也叫过来，一块儿参加我们的团建活动。有我呢，你的身份呀，开摊不一样。不是说许爷爷见过你面吗？他不会认出来你？放心啦，那都是5年前的事情，那会我还是个学生，他老人家老眼昏花的，肯定认不出来。放心，行。那一会儿我做什么动作，你就跟着我做什么动作。洛洛都长这么大了，哎呀！爷爷好，好好好，快坐快坐。这是我闺蜜啊，怎么样？喜欢这里吗？喜欢，这儿风景也挺好。爷爷安排的真好。今天我们搞这个团建活动啊，我特意请来了我好朋友的女儿范洛洛小姐呢，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，大家高兴高兴，好不好啊？好，来，洛洛。去吧，洛洛。来，洛洛。爷爷是看出来了，你是很喜欢这个范洛洛小姐。喜欢是喜欢，但是也得先给别人一点时间，给他要充分考虑一下。爷爷给你准备好了订婚戒指啊！这现在会不会太早？而且您看今天这个场合太唐突了。哎呀，就差你这临门一脚了。接着。哎呦，这又什么心情？大家尽情享受啊！一会儿有好消息告诉大家啊！爷爷要干嘛呀？怎么神神秘秘的？哎，天机不可泄露啊！你这样啊，你示范一下怎么求婚。少爷，我哪知道这个？自小上的武校，后来又去当了10年兵，一次恋爱都没谈。不会连你也没谈过恋爱吧？哎呀，恋爱倒是有过，但是都是女生主动追的，我从来没有追过别人。那就下次吧。你当着全部员工的面求婚，万一搞砸了，那会有损你身为总裁的威严形象。哎，不行，难得爷爷今天这么高兴，我不想扫他的兴。再说了，我对他势在必得。
这临门一脚，迟早得踹出去。这样啊，你扮演女生，给点正常反应，我们演练一下。哎，是少爷。别嘛，嫁给我吧，我喜欢你。我从小就喜欢你。少爷，你不可能从小就喜欢他。我说是就是，不许反驳。哦，洛洛，有些话我很早就想跟你说了。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给点反应啊！你是木头吗？好，快！哦，那你一切都给我呀？那有豪华别墅吗？千万礼金给我吗？还有豪华跑车吗？哦，对了，那以后在家里你负责洗碗拖地，我呀就负责逛街，还有看电视，还有不许藏私房钱。少爷，这样不行。哎，相吻是求婚仪式最重要的环节，这个地方不许反抗，不许命令。这一吻我等了10年。原来你们是这种人！哎，我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傻瓜！赶紧删掉！哎，打扰，不是，继续。不是这个意，我不站住！把手机交出来！我叫堂堂家悦集团的大少爷，快要有一阵子找不到老婆了。你不是范露的闺蜜吗？你干嘛要害我回家少爷？我是在帮他。下来！把手机交出来，删了照片我就下去。嗨，这个疯女人！范露。哎呀！都上车了，快，扶我去洗手间。没事，扶我去洗手间。是谁啊？这么缺德，占着厕所不用。里边的来高清的，快给我们董事长让位！赶紧出来！给我们董事长让位！赶紧出来！赶紧出来！完了，我只是想躲许佳艺，怎么偏偏被堵在了厕所门口？再多的钱也用不了一个厕所呀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昨天家悦总部港街也出大事了，听说洗老头堵厕所，令厕所被人恶意霸占，拉裤子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就是我爸看了我给的照片，同意我不跟徐佳艺来往了。那坏消息呢？坏消息就是我的身份证掉了，可能是被那个追我的家伙捡到了。洛洛，怎么办呀？他现在知道我是假冒的，你说我现在还能在公司待得下去吗？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你在家悦上班，怎么回事？因为我跟他谈过呀。你不会是跟他承认我假冒的事儿了？他那个狗腿子助理捡到了我的身份证喽。那他没有责怪你？没有，不过做了一些交易。你出卖我了？哎呀，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嘛。原本我想用照片去威胁他，可谁知道人家根本就不在乎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呀？你们慢慢聊，我先走啊。你觉得被捕后的猎物还能有逃跑的机会吗？我知道，我骗你是我的不对，
你想怎么样啊？昨天我还想向你求婚，今天你觉得我会怎么对你？怎么？你是觉得自己很委屈，还是想说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？我不是白富美，我欺骗了你，当然是我的不对。说，你的真实姓名到底是什么？本小姐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赵倩倩。赵倩倩。由于你顶替别人来相亲，浪费了我的时间和精力，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，只能用金钱来弥补一下。果然，有钱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用钱。幸亏他没有认出来我就是他公司的员工。只要让他的气消下去，我就能脱离苦难。说吧，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，我都能赔偿你的经济损失，包括精神上的。我欣赏你的态度，虽然你无论如何也赔不起。你可别小瞧我，你别以为我可以任由你欺负，大不了我请你吃顿大餐，包你吃的满意。好，那得我选。没错，是这瓶09年的马狗。我以为你会点87年的拉菲，这09年的红酒价格应该可以接受。小姐，09年马多红酒是全球最贵的红酒之一，当年总产量只有6瓶，如今一瓶09马多售价已超20万刀了。行了，请我吃完这顿饭，咱们的账就一笔勾销。那个，我帮忙问一下，你刚点的套餐要多少钱？哦，这个嘛，差不多100。什么？什么饭要100多吧？你这是个饭托，我要报警！黑店啊，黑店！小脸，哎，干嘛呢？我没喝，我不让了，我不让。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？人家明星餐厅是正常营业，你倒非要碰到人家什么违反物价条例。还好把你把单买了，否则你就等着被拘留吧。你又想怎么样？你放心，我欠你的钱会还你的。你好，健身会所报年只要1888，请了解一下。哎呀，看来你的销售技巧真不怎么样。你就是个不知民间疾苦的破少爷，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？等你尝受过社会的毒打再说吧。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金牌销售。哎，两位小姐姐，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的健身会所？扫码加上面的会员，我就会在会所天天和你们见面。那可以先加你微信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他什么都不懂，他就是来泡妞的。有没有搞错呀？真是的。别在这妨碍我工作。我是想来帮你嘛。谁让你帮呀？你就是过来泡妞的。我今天晚上要卖出10单，我自己能搞定。你不会真的以为靠卖会员拿提成就能够还清我的债务吧？等我再卖出10万单，你的钱我就能还清。那要不这样吧，你可以用别的东西来还债。什么东西？比如说一个滚的。你做梦！想让我吻你，门儿都没有。那就没办法，你又还不起钱，又不肯用吻来代替。那接下来的1个月，你就得随叫随到，陪我吃饭、看电影、逛街，直到我气消，永久断情。行，说好的，就1个月。都怪我不好，错了，倩倩。好了好了，我不怪你了。谁叫我见钱眼开，非要替我相亲呢？遇到那个自以为是仗势欺人的大魔头。你别这样说，我被赶出家门了。为什么？我爸不知道从哪得知了我找人替我相亲，气得大骂我一顿。我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，结果他把我所有信用卡都给冻结了。我现在身无分文，只好来这家健身所上班了。那你现在要跟我一样当销售？以我的颜值和身材，当销售太可惜了。我要当塑形教练。是老板能同意？当然，我在这家会所累计消费了几10万。怎么，
许家一说无聊，要我陪他喝东西，这大周末的又毁了。赵倩倩，你这个傻瓜，你以为我真的想折磨你啊？哎，倩倩，彤彤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咱们好久都没见了，走进去坐坐。不了吧，我还约了人吧。哎呦，这不是咱们的大校花倩倩吗？来来来，快坐快坐。倩倩，我看你一个人来，你不会还是单身吧？哎呀，彤彤，咱们都是老同学，你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。堂堂校花，当年不知道多少人追是吧？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舔狗叫什么？周浩，没想到现在跟狗都不理了。要我说，也不能全怪钟浩。倩倩父母做生意失败，负债累累。倩倩，你这几年身兼数职，家里的债你叫我进来不是让我见你男朋友的吗？如果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就先走。其实呢，我也不是炫耀，他呀，不过就是嘉悦集团的高管而已，年薪呢也就300多万吧。你好，我叫高健，人长得一般，就是有钱嘛。什么？我在公司上班没见过。彤彤，你的男朋友我见识过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站住！你还拽什么拽呀？你看你现在混成这个样子，吃饭都是一个人来的。这么高档的地方，你肯定没来的。嗯，坐下，这顿饭我请了。亲爱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特级 VIP 包房等你半天了。走吧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是嘉悦集团。嘉悦集啊，吃饭就吃饭，我劝你不要那么烦。我在这儿吃了这么多次，没听说过什么特级 VIP 包间的。这里的特级 VIP 包房只针对贵宾开放，你没去过很正常。小子，很能装的。一会儿我就让经理过来，让你原形毕露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扰。我在自己的世界挺好。马安多，装完天就想走啊？那你告诉我你名字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确定？瞧不起我告诉你，今天就是大水冲黄瓜庙，老子也是嘉悦高层高见。告诉我你上司是谁？上司？我什么时候有过上司了？我什么时候有过上司了？心虚了，装不下去了。看他年纪轻轻的，肯定是家里有后台把他弄进嘉悦的。像他这种纨绔子弟，成天一直要贪图享乐。倩倩啊，倩倩，没想到你都混到这种地步了啊！现在要靠陪男人吃饭挣钱了。哎，他们说的那个什么 VIP 包间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彤彤，我劝你还是不要了吧。他不是被包养吗？不过不管你被谁包养，都会被我男朋友高健踩在脚下，到时候被踹了就够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跟你这么搞。不过，你的这个男朋友的确比不上。高健，这名字还真够粗。公司人事部真是什么垃圾都有。很嚣张嘛！啊，告诉我你名字，我让你从嘉悦立刻消失。方助理，我们集团是不是有一个叫高健？哦，只是个技术，还是个二人。马上把他开了，全行业封杀，永不录用。全行业封杀，永不录用。他赵倩倩是我许家义的女，你们再敢侮辱她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你是总裁许家义吗？不然呢？总裁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侮辱您的啊！我对不起你啊！总裁许家义啊！总裁昨天去了荆州啊，处理一个10个亿的生意，今天刚到的重新在账，所以你就剩下帽子。倩倩，你男朋友他不是个现金吧？
让校花遇上总裁骗子，真是感人呐！我说呢，被包养了还穿这么穷酸，原来呀是个假总裁。喂，什么？我被开除了？啊不，张经理，麻烦你跟总裁说一声，喂啊，总裁，我还有老婆孩子，我还有车贷房贷呢，我没了工作我怎么办？哎，什么老婆啊？啊，你个死渣男！你这是要干嘛？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你生日？那就是你爷爷生日，或者是你爸爸的生日。我父母已经不在了，从小是我爷爷把我拉扯大的，而且今天也不是他的生日。那我就猜不到了。再说了，今天什么日子都跟我没关系啊，我只是答应你陪你来吃这顿饭。今天对我而言是一个极其难忘的日子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而且我有些话要跟你说。没错，我是穷，家里也负债累累。如果你也觉得我为了钱就可以被男人包养的话，那就错了。你想哪儿去了？我就是单纯的请你吃个饭而已。我是为了赔偿而来，不是来跟你约会的。把这儿搞得这么暧昧，很容易让人误会的。别跟我说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，对我而言，每天都是普通的日子。我每天就是工作挣钱，替家里还债，没有其他的。那你对我就没有一点心动？我猜对了，你心动了。你行，不要自作多情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就是你我之间的距离。像你这种人，我可高攀不起。你可是堂堂集团的总裁，我就是一个打工的。也许你是一时兴起想跟我玩玩，可是本姑娘没那个兴趣，也没那个精力。那万一我高兴把你家的债券还了？以为你们有钱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赵倩倩如果是这种人的话，我早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所以，总裁，请你自重。你认真的样子还挺可爱的。所以取消了？你不生我气了？那我们可就一笔勾销了。啊！刚才我在你同学面前帮你解围，你现在又欠我一个人情。那是你不请自来，我可没有求你啊。再说了，你刚还牵我手了呢，这可不在赔偿范围之内啊。好吧，那今天到此为止，你可以走了。你点过菜了吧？也买了吧？要不吃完再走，这菜这么贵，吃不完可惜了啊。你自便，我先走了。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呀？这些有钱人真难搞。什么？他想泡你？那你可要好好抓住机会，狠狠宰他一笔呀！这样你就可以不用那么累，每天下了班还得去干兼职。那可不行啊！我现在可不敢惹他，咱们本来就做错了，骗他在先。我只想赶紧结束这段插曲，让他永远不知道我在他公司上班，这样我以后就能安安心心的工作了。对，别想他了，咱们好好搞钱。你看那边有几个潜在顾客，咱们一起联手让他们买私教课。对吗？帅哥，要想健身有效果，就得请个私教，要不要报个私教课呀？可以啊，不过是你们一起上吗？就看你们懂不懂家教喽。哦，揍他！你给我等着！你没事吧？不怪你，你害我受伤，你得报我的私教课，1个月18880啊！这个行，那就当是破财消灾吧。1个月的钱转给你就是。谁说1个月的？要报半年，打发叫花子呢。这也太狠了吧！范小姐、赵倩倩啊，你们俩赶走了我的客人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俩也别来了，通通给我滚！老板，你这也太忘恩负义了吧！好歹我也是这的 VIP 贵宾，
你一个私教课都没有啊，还把我那么尊贵的客人给赶跑了。看看我这店，早晚得关了。他们可是流氓，如果我们不赶跑他们，以后哪有女顾客敢来呀？流氓咋了？随便看一下你的油，你就在那乱叫，一点素质都不行。你的损失我会赔偿你。赔偿？怎么赔偿？我这可是长期的损失。请问有人买私教课吗？我要哎，倩倩，那是你男朋友吗？以后可得经常让他来哦。才不是呢！方助理，给我买下这间健身房。我不希望什么苍蝇老鼠都随便进入。什么？你要买下我这间会所？你有那么多钱吗？给你1分钟时间谈。欧兰，我把我车你卖给我，不然我们会在左右和街对面开上同样的4家健身房，直到你们家倒闭为止。你们是什么人啊？这么霸道！嘉悦集团没有我们做不到的，只有不行。好，你现在又欠我一个人情。不过嘛，以后你可以在这家健身房随便做健身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我想去你家看。什么？那他长那么帅，你男朋友啊？妈，你误会了，他就是我一个债主。倩倩，你真是很会脱离家呀，还带个男人来白吃白喝呢。你的炒米线，大晚上你怎么穿这么少？你懂什么呀？现在是眼球经济，不得吸引别人注意力啊。像你这种大少爷，根本就不懂我们穷人挣钱的辛苦。楠楠，直播开始了，来啦 ！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倩倩的直播间。给我来一份焦辣。好嘞。我也要一份。哇，楠楠，有人给你刷了个嘉年华呀！哇，爆了爆了！哇，又送了一个嘉年华。哎，这榜一大哥是谁呀？会不会是个色老头啊？该不会是他吧？给我刷这么贵重的礼物。哎，你吃好了没有？咱们姑娘这么受欢迎，有了钱马上还你，不用天天盯着。贵人又给我女儿刷了整整10个嘉年华呀！吃好就赶快回去吧，整天看着这个追债人，心里堵得慌。晦气！阿姨，你要是再赶我，我就不给你女儿刷礼物。是你？我家里呢是由2个单亲家庭组成的，那个刚赶你走的就是我后妈，那个双眼放光，见到你就像见到金子一样，是我异父异母的哥哥赵小小。您说咱老妹儿交的是什么朋友？又是债主又送嘉年华的，好奇怪呀！你妹啊，逮到就赚到了。就说实话，倩倩可是咱的摇钱树，要她别这么快跟别人跑了。我家里呢就我和爷爷2个人，有父母在身边，真的挺好。其实我爸他对我挺好的，他为了改善生活一直在努力做生意，只可惜失败了。都没有想过好好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吗？现在这不是内卷的很吗？工作不好找的。那要不这样，我安排你进嘉悦集团。不用，为什么呢？我不喜欢朝九晚五的生活。明白了。那如果你有什么困难，就告诉我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过得这么惨。惨？我从来就没有觉得我过得惨。也许你们这些有钱人觉得穷就是原罪，可我不这么觉得。我努力生活，没什么可丢人的。石总裁，你赶紧走吧，这儿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刚才误会我了，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惨，我是觉得你的生活很辛苦，但你又过得很快乐。你我是2个世界的人，各有各的活法，你是不会理解我的。谢谢，加3瓶啤酒，然后还有一份猪耳朵。好嘞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可以帮忙。我之前在国外勤工俭学，我也做过服务员。那你得小心点，不要砸了我米线西施的招牌。哎，想和我家男的一起干活，行，得收服务费3000。哎，再见，下回再来啊。真舍不得你，可惜我们要搬走了。怎么了？大家不都好好的吗？这边涨房租，生意本来就难做，走了，拜拜。
你看，明明我们都已经这么努力了，可还是要被淘汰。你说你要怎么理解我们的生活？你只是一个霸道总裁，你又不是上帝。少爷，这家商场是要进行商业改造，价格谈妥了吧？这家商场不大，10个亿就谈下来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什么嘉悦会对这种小项目感兴趣？这也挣不了几个钱。你脑子里只有钱。我是想帮他们升级转型，这样的话也可以对我们旗下的商场有良好的示范作用。少爷高明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商场平时还有很多的那个小摊位，你把他们谈下来，将他们引摊入市，免他们的租金。有一家米粉摊生意特别好，注意关照一下。明白。还好没有事，但是今天又要白干。赵倩倩，你最近表现得很松懈。张经理，我每天都按时上班下班，我可没有耽误工作啊。问题就出在你准时上班下班，一点加班都没有，一点苦都不想吃了是吗？新来的许总裁，我说了啊，强调集团上下要保持效率，不能留无用之人。你一点加班都没有啊，会让人事部的人觉得你很闲的。到时候被炒鱿鱼了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好吧，原来我按时完成工作是错了。可别说我不给你加班机会，这是我们新收购的商场，要求我们改进商户租户生意改进方案，明天早上就要交上来。这不就是我家小摊门口前面的商场吗？居然一下子就被许家印买了。真奇怪，我们公司什么时候变成公益组织？这个家伙终于学会积德行善了。张经理，我保证今天加班弄好改善方案。爷爷，您干嘛呢？哎呀，医院不好待啊，护士管得太紧，又不让玩游戏。你也太贪玩了。这医生说让您好好休息，保重身体。你要真关心我的健康啊，你就赶快跟我相亲去啊，找个媳妇回来，爷爷就安心了。爷爷，这个事儿咱们不是说过了吗？您不管。这次的不一样，怎么样？蒋家独女蒋冰啊，他在国外整天缠着我，我早就拒绝他了。我不去。你给爷爷一个面子好不好？你也给他一个机会。这蒋家原来帮过咱家，对咱家是有恩的。行吧，我去。唉，方案终于做完了，许家印，你总算做了一件好事儿。喂，上次我当你男朋友替你解围，今晚你必须帮我做一回我的女朋友，然后咱们两清。那说好了，一言为定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怎么不长眼睛吗？你不知道我的鞋多贵吗？撞到你是我的不对，但是你只顾着低头看手机，你也有责任。怕飞不起，倒打一耙。我看这里也不是什么高级会所，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进来。请你不要多言了，我是许先生邀请来的。哟，哪个许先生呀？邀请我的是许家印先生。什么？你胡说！家里怎么可能邀请你？信不信由你，我没必要做这件事。等等，你给我说清楚！他明明说好跟我相亲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说清楚！就是你看的意思。你是在侮辱我吗？明明说好跟我相亲，转头带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。更正一下，我没有答应要和你相亲，我说的是同意和你见面。还有，她不是什么来路不明的女人，她叫赵倩倩，是我的女人。我到底哪里比不上她？她是出身什么名门世家？我的女朋友不需要你什么名门世家。我们蒋家对你许家有恩，难道你想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？商场上的事儿有来有往，我自然会铭记于心。可是感情上的事儿，我从来都不会受理。好吧，嘉义，我就当你是任性玩一回，在我们结婚之前把这个女人甩掉，我既往不咎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？就凭我们两家势均力敌，平起平坐。一旦我们蒋许两家联手，在商界那就是无敌。但如果我们分裂了，后果你自己知道。
我想，作为嘉悦集团的总裁，你不会不明白这一点吧？看到没？这就是实力。没有实力，你凭什么跟我抢男人？你应该明白被男人当玩物的滋味吧？一个人能拥有什么，从出生的一刻就注定，无论你后天怎么努力，你都只能认命。亲爱的未来老公，今晚玩得很愉快，谢谢你带来的道具，我很喜欢，让我们尽情的表演了一番。差不多了，你应该走了。许佳怡，赶走！只有一点你说对了，有些东西就是命中注定。是因为我第一眼看到赵倩倩的时候，知道我要她做我的妻子。赵倩倩，我们明天结婚吧。哎，我好久都没有这么兴奋了！堂堂的千金大小姐，竟然被我气得七窍冒烟。我们回家吧。对了，以后未经我同意，你不许强吻我，下不为例。哦，那记得我们明天去登记结婚。什么？我要和你结婚。我才没疯！如果你答应的话，我可以替你家偿还所有的债务。这是在用钱来收买我的感情。如果能用钱解决的问题，那还叫问题吗？你别以为用钱就能收买一切，你的眼里只有钱。我告诉你，感情可不是用钱来收买的。如果你暂时不能接受和我正式结婚，那我们可以签一个协议结婚。不过我保证，未经你许可，我不会再碰你一下。你又在捣鼓什么坏主意呢，徐总裁？今天晚上我因为你得罪了贾梅，这样一来，我爷爷肯定会不高兴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着他的孙媳妇回去看他。荒唐！我才不要跟你什么协议婚姻呢。如果你答应我，我可以替你家偿还所有的债务。当然，你可以自己慢慢还。可是，这得多少年？你难道愿意让你的父母一直这么幸福？好，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。这个商圈我已经让人买下了，我可以让所有的租户都留下来，而且房租得到优惠。这倒是没骗我，他果然有心做好事的。但是，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，那我就只能按照原定的收购计划，让所有的租户全都搬走，一个不留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只是假结婚，1年之后我就跟你离婚。好，我会遵守承诺的。还有啊，除了你爷爷，你不许告诉别人，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结婚了。那我们就约法三章，走吧，现在去见我爷爷。这么快？我还没准备好呢。这个就是最好的准备了。喂，什么？你结婚了？来，爷爷，请喝茶。我没有你这个孙媳妇。哎呀，是爷爷，我跟嘉义事先没跟你商量，是我们的不对。我和倩倩其实很早就谈恋爱了，之所以没告诉您，就是怕您不同意嘛。为什么你知道我不会同意呢？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假扮范家小姐跟嘉义相亲的那个假范洛洛吧？啊？对不起啊，爷爷，我骗了你。你当我老糊涂了啊？岂有此理！嘉义，让他走人，让他走人！他跟你结婚啊，是惦记你的身家。你如果不赶他走，你就别问我这个爷爷。我是真打算和他过一辈子呢。你连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？好啊。爷爷，爷爷，你事儿大了。现在你停下，做什么呢？我真后悔，我就不应该跟许佳怡签什么狗屁结婚协议了，害得许爷爷又生病住院。你也不用这么内疚，这都是那许佳怡害的。对了，我觉得他就是个 gay。你看啊，他千方百计的跟你协议结婚，而且还答应不碰你一下啊，这不就对了？他跟那个方助理整天形影不离的，看呢，他就是利用你来掩人耳目的。但是你怎么就能确定方助理也是那种？我当然能确定。本小姐天生丽质貌美如花，哪个男人不喜欢？
偏偏就是那个方助理对我不理解，我都试探他好几次了，他还是这样。小娘这不信了，今天非要去揪他的花皮，看他那个姿势，多讨人嫌啊！枉我还差点坠入情网，自作多情，的确有点像电影里演的那样。我看着，我猜的8、9不是。许佳怡让我去医院看他爷爷，去吧去吧去吧。你干嘛？咱们规范，身为你的健身教练，自然是要纠正你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家健身会所已经被佳悦收购了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是你上司。那又怎样？我不管，我就是要打你。谁叫你是那种人？我是哪种人啊？我都没碰过你啊！我。爷爷，怎么又是他呀？我不想让他来看我，让他走。爷爷，您别任性，她是您孙媳妇儿。你带过酒席吗？跟我敬过茶吗？我不认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我爷爷这么固执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的委屈算不了什么，你爷爷的身体没什么事儿。没事儿，医生说他就是有点低血糖，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而且他以前经常用装病这招来骗我，等他闹一闹，自然就走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不过你这么着急跟我结婚，除了为了安慰你的爷爷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难言之隐？你想说什么？算了，姐都明白，姐是过来人。这样，你先回去，我有办法哄好爷爷，让他回家，然后咱们就终止婚姻协议。OK？ 不是，如果问题都解决的话，为什么要终止协议啊？再说解除的话，那蒋冰儿又来缠上我了。问题的重点就在这儿，我可不想当你的工具人，以达到你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我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？因为你真正的爱人其实是帮助你，你俩才是一对。我可不想当你可耻的挡箭牌，钱呢，我会慢慢还给你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不可理喻，不行不行。哦，生起气来挺傲娇的。爷爷好。我不用护士，也不用吃药，出去吧。不，我呢是许家印少爷专门请过来照顾你的，全程陪护，保证你过得舒心快乐。这孙子还真有孝心啊！哦，我这儿呢准备了爷爷您最喜欢玩的游戏。哦，嘿，这宝贝孙子可是真懂我呀！舒服吧，爷爷？只要你回家，我呢就会像孙媳妇儿一样的每天好好伺候你的。爷，你身体好点了吗？哦，病人来了，好多了，谢谢谢谢。没你什么事儿，出去吧。爷爷，你别被佳怡骗了，我敢肯定，佳怡和这个赵倩倩根本就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因为佳怡以前跟这个女的都没有什么交集，怎么可能突然就在一起了？我跟你说，他们是故意假结婚，疼死你的。我就奇怪，家里啥事儿爷爷，我会尽快拆穿他们的，到时候您就有理由名正言顺的解除他们的婚约，赶走那个女骗子。他迟早会跟我结婚的。这个蒋冰儿真是阴魂不散，本来我是要跟徐佳怡解除婚约的，但他这样处心积虑的要整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哎，别急，小姐，你接着帮我按一杯。哎呀，爷爷呀，要在这儿舒舒服服的过几天，让我那个孙子服软了，乖乖的回去。好的，爷爷，你的所有要求都会满足的，不过得先打个针。没事，看人看人呀。没事，干嘛住院呀？住院就是得打针。哎，你到底是谁呀？你爷爷，我是你的孙媳妇儿呀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你可真恶毒啊你啊！变着花样的来治我是不是？要么乖乖跟我回家，要么
就得先打。哎，别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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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人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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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过来！你这个小悍妇，你再追我，我真的就让嘉义休了你！我告诉你啊，嘉义可喜欢我了呢。就算你是当爷爷的，你也拆散不了我们。我更不会便宜了那个蒋兵。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我就把你跟蒋兵联合装病住院的事情告诉嘉义，看他是信还是信不。爷爷，您肯出院了？我出什么院啊？是你媳妇，她把我劫持出来的。咱们不是说好了，好好哄哄爷爷？嘿嘿，他哄我，他拿这么粗的一个针管啊，打马的那个针啊，扎爷爷啊！我的天哪，太可怕了！含辛茹苦的把你养大，你现在找这么一个母老虎对我，倩倩，咱们不能这么粗鲁啊！你得好好对爷爷。爷爷他根本就没有病，刚才还满病房跑呢。他赖在医院不走，就是为了让你反悔。这一切都是蒋兵儿教他做的。哎，爷爷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不要再和那个蒋兵儿有什么瓜葛，你怎么又和他串通在一块儿？宝贝儿，我头有点疼啊！我先进去，我头疼。疼死我了！倩倩啊，爷爷是我唯一的亲人，再怎么样，你也不能这么对他呀。我要不这么做，爷爷会乖乖回来的。只是爷爷就是爷爷，他都一把年纪了，你不能这么对他。上次给他堵侧，这次又用针去扎他，这哪行？哦，原来是你呀、差点没把我弄死！老夫跟你势不两立。我告诉你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不是，您听我说，我向着您啊，我教他改啊，我让他给您道歉，行吗？既然爷爷不喜欢我，那你们爷孙俩自己过吧，我才不在这儿受窝囊气呢。再见。越洗白越好。爷爷，她就是那个我一直找的女孩。爸，咱家真有碰面了。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，商场邀请咱们加盟，免2年租金，利润跟商场55分。爸，这合同你看清楚了没有？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儿？咱们傻，这是中国能傻吗？人家都续约了，减租金加网络直播扶持，谁不签谁是傻瓜。妹啊，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你交的那个有钱男朋友提携咱们家？楠楠，改天你让那个债主过来吃顿饭。不是债主，是男朋友。是男朋友，让他过来，爸亲自下手。这事儿跟他没有关系。再说了，这就是商场促销生意，而且他也不是我男朋友。妹，你要努力一点，等你再红一点，肯定会有富二代看上，那样咱就可以躺平了。你这个不孝子，别再靠你妹了，你妹为咱家呀辛苦了这么多年，也让她以后为自己过好点，你得靠自己。谢谢爸。哎，老子结婚了。喂，爷爷让你回家吃饭。什么？爷爷叫我回家吃饭？他不生我气了？他不生气了，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你。你是怎么说服他的？回去说吧，我已经找到你了。走吧，回家。好，我先回去拿一下我的包。一生气他就敢来哄我，他真的进入了角色，把我当成了妻子。妹妹回来了，还有我亲爱的妹夫。哥，你在说什么呢你？不用瞒，都知道了。谁让你乱拿我东西的？倩倩，别问你哥，不是他，我们不蒙在鼓里的。爸，你误会了，我跟他没有结婚。伯父，不好意思，我和倩倩的决定过于仓促了。不过现在我爷爷已经同意我们的婚事。你承认和我闺女真的是结婚了？没错。不是让你过来解释的，不是让你来添乱的。哇，许家印，嘉悦集团继承人啊！原来妹夫是个亿万富翁啊！乱什么乱？小小进去说说的。好女婿，久闻大名啊，原来是嘉悦集团的总裁呀！你一声不响的娶了我女儿作为老爸，我跟你要了你这过分吗？当然不过分。哎，好女婿，
赵小小是倩倩的哥哥，新欢给大舅子买东西不过分吧？那你给他买辆车可以吧？可以啊，看他喜欢什么车。你再给他安排一个好工作啊！行，那我让人事部安排一下。够了，你们俩现在还不满足吗？债也没有了，铺面也有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问他要这么多东西？你当爸的不要，连我做女儿的还要脸。你说的什么话？养你这么大，一分不要，还给人家呀？真是胳膊肘往外拐，光替别人说话。你可想着我们这么辛苦，你自己过好日子，却不让我们过。徐佳怡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许你给他们一分钱。你知道吗？我为了给他们还债，我做了多少事情？我已经尽够小了。我请你在你爷爷面前给我留点尊重。来，洛洛，今天我们两个不醉不归。哎，倩倩，你可别喝了，你这是受什么刺激了？是不是那个许佳怡欺负你了？你告诉我，我去替你出头。不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他对我实在是太好了。原本我也以为我自己不在乎，打算跟他履行协议婚姻就好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他竟然为了我，拒绝了对嘉悦集团至关重要的蒋家提出的联姻。蒋千金、蒋冰儿，他可是豪门婚姻争取的对象，许佳怡居然拒绝了。他还是不接我电话。哎，要不然你问一下三洛洛，她们不是闺蜜吗？他挂我电话，我给他打。喂，在干嘛？讨厌，居然还追人家查岗。跟谁在一起呢？我跟谢谢在一起，我们来酒吧了。把位置发给我啊！我说你什么时候和范洛洛关系这么好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许佳怡是真的喜欢你，而你也喜欢他。不行，跟他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讲究的是门当户对，我也深有同感。倩倩，原谅我，我们复合了。赶紧走。看你这么难过，我怎么舍得呢？倩倩，倩倩，你丫有病吧？死皮赖脸的缠着倩倩。我给你赔礼啊！我给你赔礼。来，我干了，你随意。我不想看见你，就算你付再多，我都不会原谅你的。你不要那么绝情嘛！你不是已经叫上了许佳怡那个金龟婿了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给我点分手费赔偿我，就当是花点钱，哪怕我是个无赖路。我从来就没有跟你在一起过，从始至终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，真无耻！赶紧滚！我无耻啊！我不要脸，你还不是一转眼就去钓了一个富二代？说到底，你跟我有什么区别呢？装什么装啊？啊！你不想见我脸，你随便赔我个30万，生气死是对喽。我怎么今天？我。徐总裁，查我，明天上头条啊！倩倩，你没事吧？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很担心你。别来啊！人家害怕。都是我的好，让范老师受惊了。范老师，我是他教练，他当然叫我老师了。对啊，我从小就对老师这个职业很敬重。我真的很担心你。你家里的事儿，你爸、你妈还有你哥，我都会妥善处理好，不要再有负担了，好吗？可是你越这样，我越觉得我是在利用你。只要是我心甘情愿，那就不叫利用，而是我主动为你付出。要这样，我才会开心，也才能让你开心。Not good enough. Why did I say don't let me?
怪我昨天晚上喝醉了，稀里糊涂跟他回了家，还上了他的床，真丢人。谁？大胆毛贼！再不出来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哎呦，我的老腰！哎呦，我天哪，怎么又是你呀？你是上帝派来克爷爷的吗？我来，孩子，吃点东西。你这个天还不亮，你就来找佳玉，还躲着我，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啊！爷爷，实在对不起，呱呱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叫雪爷，叫爷爷。爷爷，对呀，故不故意都无所谓了。谁让我这个宝贝孙子喜欢你啊？哦，佳艺，女孩晚上是不是没回去啊？啊？哎，蒋小姐好，许先生找我有事，叫我先进去等他。终于让我抓到你的把柄。奇怪，蒋冰儿怎么会到这儿呢？幸亏没被他发现我在这上班。真是吧，他既然是总裁女友，是总裁女友就算了，还出轨总裁，不可能呀，这事太突然了，这些接受不了呀。怎么了？公司有什么新的八卦吗？赵倩倩，敢跟我抢男人，看我怎么把你置之死地！谁要来了？爷爷，来坐。爷爷，看我给你带什么礼物来了？什么礼物啊？结婚协议书。少爷，从来没见你笑得这么无奈过。我要给他办一场盛大。爷爷送我的戒指啊，我终于可以送出去了。少爷，夫人出事了。准确来说，是你的员工出事了。赵倩倩原本就是佳玉的员工。什么？少爷，这是人事部关于赵倩倩的资料。赵倩倩，为什么她又骗我？总是不说实话。我能理解，我是上班族，哪怕你把他炒了。可是这全公司上下，除了我，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嘉悦集团的人。我这个总裁跟个白痴一样。是我失职，我才是那个白痴助理。这样，你让公关部先把那条热搜给撤了，然后查一下昨天晚上骚扰赵庆竹那个人到底是谁。行，马上去办。哦，等一下，那个人明知道我是嘉悦集团的子子，放了这份肥肉给我，只是为了发泄动机不纯啊。他背后一定有人指使，查清楚。明白。韩秘书，徐总，今天有人来过我办公室吗？蒋冰儿小姐来过，说你约了她，在你办公室，她就直接进来了。这个蒋冰儿，对不起。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轻轻抹去你的劣迹了？想不到你一个小小的职员，居然如此的处心积虑，取得嘉义的信任，还骗他签下这一纸婚约。如果不是我及时发现的话，许家的财产迟早被你占为己有。你别随口喷人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占有许家的财产。这事儿啊，于他也是情有可原，他们的目的呢，也是为了我高兴。爷爷，你别被他这可怜兮兮的样子骗了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你知不知道他骗了许家多少钱？他家里又敲诈了家里多少？
他家以前负债累累，都是嘉义帮他还清了所有债务，还给了他200万作为家用，买了一张豪车，还给他哥哥找了一份高薪的工作。他简直就是把嘉义当做提款机，在榨干他。这是真的吗？嘉义替我还债，本身就是协议婚姻条件之一。我家里人问嘉义要钱，我不同意，但是我后来没想到嘉义真的会给我家里人这么多。哼，不知道，你别在这里装清高了。你一边赖着嘉义骗他钱，一边和你的旧情人约会，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你根本就不爱嘉义，你只是在乎他的身家。我喜欢嘉义根本就不是为了他的钱，你就证明给爷爷看啊，签下这份离婚协议书。你口口声声说你不在乎嘉义的钱，到头来却舍不得签字啦。我给你100万作为补偿，不够，200万、300万，只要你开口要，我都给你。你以为有钱就能驱使我做事？我告诉你，我跟嘉义的关系还轮不到你来查查。果然，你这个女人野心大得很，因为你已经闹得沸沸扬扬，嘉义股价大跌，许家的损失你承担得起？许家的麻烦，这后面这一切都是赵倩倩一个人造成的。这事儿闹得人尽皆知，为了嘉悦的声誉，你最好还是跟嘉义撇清关系。我跟嘉义结婚协议本来就是为了哄爷爷开心的，既然爷爷为难了，那我当然要忠实。离婚协议，我签。活该，许家本就不是你这个穷人该待的地方。不准走！嘉义，你真被这狐狸精迷住了！你敢打我？在背后搞小动作，拖我结婚协议书，你碰不到我底线的。如果不是我的话，你还被蒙在鼓里呢。你真以为这赵倩倩是个什么成情货啊？她不过就是一个小贱人，一个无所不用其极想爬上你床的小职员。你不要侮辱她！你这个总裁还没看明白，嘉悦集团大难临头了，股价大跌，董事会拿你问责。我看你这个总裁还能当吗？如果不是我家出手，你许家已难过这一关。老头子，我爸说了，除非你去求他，否则他绝不出手。爷爷，我不能再待在这儿了，我实在是没有脸再面对爷爷了。这一切都是蒋明利用你来对付我，你不用自责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而起，我实在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是无辜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们之间的确是有很大的距离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会把一切都处理好，包括蒋冰儿，还你一个公道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就别再维护我了。甚至为了嘉悦的声誉，你可以把所有错都推到我的身上，你就说我是个骗子，然后把我开除，希望可以对嘉悦的影响降到最低吧。我许家义是那种为了自保把责任推到女人身上的人吗？不，这不是为了你自己，是为了嘉悦集团，为了爷爷。爷爷，你醒了。嘉义，去吧，去做你想做的事。您是想让我和蒋家妥协，然后去和蒋冰儿求婚吗？我的孙儿是阮登，人家敬你一尺，你就要敬人家一丈，知道该怎么做。我明白了，爷爷。少爷，人给你带来了，你们谈。你都到我这儿了，还这么嚣张？我不打无把握的仗。现在嘉悦集团风雨飘摇，说不定是你求的。你故意抹黑赵倩倩，打击嘉悦股价，都这样了，我还要求你？你该不会以为我手的炸弹就这么点吧？那只是一道开胃菜。我和倩倩呢，校园的时候就认识了，手上的私照不少。我相信网上应该有很多人对她的私生活非常感兴趣，还有她的穷人家庭。我不许你再去接近郑天。徐子，
别生气，有话好商量。你呢是大总裁，我呢是小赖。对啊，你得听我。好，我明白，你也不是第一个把人敲到，你背后一定有人支持，是蒋冰儿让你这么干，对吧？这个不一样，不过呢，我跟你一样，都不行，否则我也这么整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蒋冰儿指使我呢，把这些照片发出去，以此来造谣赵县的学校里面是一个不检点放荡的女，进而打击你这个霸道总裁。不过我也不傻啊，先给你个得分，价高者得嘛。只要你给的价比蒋冰儿高，我可以把这些照片卖给你。我和赵鑫那些烂事儿也会慢慢动。好，那你出个价，我考虑一下。1000万，你为何不讲？薛子豪，哪怕叫花，我要是1个亿。我觉得你出价出少，你应该要10个亿。什么？10个亿？你真买啊？谢谢徐总，我从没见过您这么大方的有钱人。但是我有个条件啊。什么？随便说，就说你这个价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我需要你亲口指证，是蒋冰儿指使你故意抹黑赵建军，进而打击嘉悦的股价。完全没有问题。蒋冰儿绝对想不到我会出卖他，谁叫他出不去10个亿啊？不过徐总，也10个亿手少表，我现在就给。方助理，转过去了，自己看看。10个亿，10个亿，老子也是有钱人啊！这徐总，你什么意思？给我牵桥啊！刚才我们的对话我已经录音了，而且我这儿都有监控。你刚刚收的那10个亿，就是你敲诈勒索的证据。你觉得交给警方，你能被判多少？起码15年吧。无期徒刑。徐总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徐总，我错了，徐总，你瞅瞅这意思，应该是个姐，但他们总裁的主意，我是说出来的吗？我可以放过你，但是你必须听我的。我听你的，徐总，是徐总。根据刚才董事会决议，罢免许家印董事长兼集团总裁职务，新任命蒋冰儿为集团董事和集团总裁，即时生效。感谢各位董事的支持和信任，现在会议解散。嘉义，是不是觉得这一切都很不可思议？前一刻嘉悦还是许家的，而现在却是我蒋家的了。那我得恭喜你，终于如愿以偿。我得偿所愿的不是为了这个职位，而是为了得到你。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，尤其是高冷而近人情的男人，我最喜欢了。因为这样的男人照顾起来实在是太爽了。你觉得你征服得了我？这算是你最后的倔强了吧？为了一个女人放弃家业，你认为值得吗？值不值得，也不是你说了算。还在嘴硬，走着瞧！我任命你为嘉悦的总经理，到时候你好好看看我是怎么对待你的下属赵倩倩的。你敢怎么对赵倩倩？我一定让你双倍奉还。你别急呀，我肯定不会动她一根毛发的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。赵倩倩，今天必须把所有的策划案改好，改不好不准下班。这些策划案是别人做的，不是我负责的。不是你负责的，也得你来做，明白吗？
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，懂了吧？知道了。今天不光是你，咱们部门所有人都得加班。得罪了新上任的总裁蒋小姐，我怎么就添上你这么个麻烦？真是倒霉，弄得这么难看还不敢辞职。你看哈，哟，还以为自己是总裁夫人呢，见到这个新任总裁也不知道打个招呼。蒋总裁好，知道我是总裁就好。你一定以为我会把你炒了，对不对？我偏不，我就要把你留在这里，看看你能坚持多久。我工作做得无可挑剔，有什么必要走吗？好，那你就给我当助理，专门为我服务，知道吗？我可以拒绝吗？难道你不想看我和许佳艺是如何恩恩爱爱的吗？恐怕我做的再长也等不来这么天，因为他根本就不爱你。你这个勾引总裁的小职员，还敢大言不惭！许佳艺，你什么意思？敢管我叫去下属？你这样的行为是总裁所为，如果你是为了私怨，那我更该管管。一个小职员而已，也值得你为了他撕破脸？也许在你眼里他没怎么回事，但是他赵倩倩是我的女人。还有，我澄清一下，不是他被勾引，而是我想方设法的接近他，我会护他周全。许佳艺，你敢跟我作对？我才是嘉悦总裁。没错，你是总裁，但是你别忘了，嘉悦最大的是我们许家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你永远拿不到嘉悦。还有你们，以后谁再跟赵倩倩过不去，就是跟我过不去，我会秋后算账。走。许佳艺，你会不会求我的？你笑什么？你这样得罪蒋冰儿，就不计后果的吗？我又不在乎，反正有我在，你就不会受到伤害。你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呢？我就没有一点值得你喜欢的。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我们以前见过，我真不记得。你不记得没关系，我记得，已经整整10年了。我不吃。快吃！你想饿死自己？吃完呢就赶紧回家。我已经没有家。有亲人的地方就是家，不要让记挂的人担心你。快回家吧。那一年武器离家出走，结果就幸运的遇上了你。我好像想起来一点。哎，那个时候你还特别瘦，但是又特别倔强。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是离家出走的小孩，所以就安慰你一下。是啊，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同。我没有了父母，但是有了一个很爱我的爷爷，所以我又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勇气。真是没想到呀，长大之后竟变成了总裁。倩倩，为了你，我可以连嘉悦集团都不要了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们对我爷爷做什么了？你爷爷求我救家里，我没同意。他老人家突然心急，就这样。你们别吵，我们正在抢救病人，你们先出去一下。我告诉你，嘉悦永远不会倒。是吗？你还是太年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嘉悦之所以稳不住，是因为我们蒋家及时支持。万一蒋家撤资呢？那会给市场造成极大混乱。到时候市场人人抛售嘉悦股，你以为嘉悦还能挺得住你？杨博，你这是在威胁我。哦，我不喜欢你这个字眼，我喜欢谈感情、做交易。原本我还是很喜欢你，因为你会作为我的女婿。既然你们年轻人感情变化快，那我就不能够做出选择。今天我会宣布，蒋家撤出嘉悦。不，请你不要离开嘉悦，我宁愿跟许佳艺分手。不许你说这样的话。赵倩倩，你到底明白你是个害人精了？许家许爷爷就是被你害成这样。我明白，蒋小姐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
佳艺，我很感谢这段时间你对我的照顾，但我实在承受不起这个责任，还有后果，从随之而来的愧疚，所以，我们还是分手吧。你感觉好些了吗？我没事儿。我已经和蒋家谈好条件了，他们不会撤资。什么条件？和蒋冰儿结婚。那倩倩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佳悦是您的心血，一定不会让您一辈子的家业毁于一旦。如果有人敢对佳悦动手，我一定先毁掉他。少爷，来坐。哎，我交代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？这个魅力不是很大吗？这范老伯不是说全听你的吗？可是他爸不听我的，他说他们家原本是要和许家联姻，找了范家，我的计划里会缺了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可是这范家我是真搞不定，尤其是那个范老丈人，这我不管，你必须拿下范家。是少爷，那我一定尽力完成任务。哦，哎，对了，赵倩那边，他一听说你要和蒋冰儿结婚，心情差了。最可恶的是那个洛洛，他居然叫他去发泄情绪去。发泄情绪？怎么发泄？哎，你快说啊！这范洛洛鬼点子多，准没好事儿。是这样，这个情绪发泄区确实是范洛洛的主意，这里边有什么打沙包、扔东西。哦，对了，里边最贵的一个项目就是真人发泄，认打认骂，绝不还手。有人愿意做这个？那当然了，而且那些男人挨打的时候啊，都还蒙着脸。身材不错。可以慢慢的来。挺结实的，有点像我的绿，不对，是我的老公，是别人的老公。你跟我说，你对我一见钟情，还喜欢了我10年，还跟我说为了我可以放弃我的家业。可是你明天就要结婚了，新娘不是我。渣男，死渣男，有男人都是渣男，渣男！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打疼你了？没关系，我就是供你发泄的。我好想抱着他，对他说：“你不要跟别人结婚，你要跟我在一起。”我就想这样一直抱着他，永远都不放手。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有点像个神经病？不，你很可爱。我要是可爱，就不会没有人要，他也不会去跟别人结婚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，让他不要和别的女人结婚呢？不行，我已经答应过他了，我必须要跟他分手。那你就宁愿一直这样委屈自己吗？他有他的使命，他有责任，他身为家里的长孙，他必须要这么做。不是为难你。好想此刻你就是他，这样我就能亲口对他说：“我爱你。”你的心意，他一定知道的。如果我是你，一定会去婚礼现场。蒋总，您太厉害了，利用两家的联姻，掌握了嘉悦的实权呀。从今天起，许家还是咱们蒋家的。
爸，我们来了。嘉义，刚才大家都说了，不如你入赘蒋家吧。太好了，老公，那这不是亲上加亲吗？我是徐老爷子的孙子，你觉得我会给别人当孙子，还是说你当孙子？你确定要进去吗？蒋边不会放过任何奚落你的机会。我不怕，我必须要过去。我要给嘉义送上祝福，我要告诉他，我并没有怨恨他，我要让他知道，在我的心里永远都有他的位置。那既然这样，我支持你。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我要和方助理结婚了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你别看他傻头傻脑的，他做事很有计划的。他究竟用了什么办法让你爸同意的？他嘛，执行纪律而已。什么纪律？什么？那你现在怀孕了？太好了，洛洛，没想到你先比我找到幸福。你想做什么啊？我以为倩倩她今天不会来呢，我想让她做我的伴娘。别太过分了，蒋冰儿。倩倩今天来是为了看许嘉译，不是为了看你的。我和嘉译就要结婚了，看到我就是看到了许嘉译。赵倩倩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今天是你这辈子离许嘉译最近的一次。我和他结婚之后，我绝不允许他有其他女人。原来害怕的是这个。你放心，今天只跟嘉译结婚之后，跟他不会再有任何关系。好，谢谢你的自知之明。那我给你个机会，做我的伴娘，怎么样？好，可以。走啊！方助理，对，恭喜你啊，范家终于同意你和范洛洛结婚了。少爷，我这是去做上门女婿，这等于卖身。就连范洛洛肚子里的孩子，将来也姓范。行了，老公，你今天也太帅了，我也太幸福了。你一定觉得很意外吧？我把赵倩倩当我的伴娘，这样她就可以见证我们的婚礼了。也不许你再伤害他。没关系，是我自己主动要过来的。今天之后，我就会放下来的。确实可以放下，我保证。现在我宣布，我们的婚礼仪式即将开始。在婚礼开始之前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我的情敌，就是他，赵倩倩。她当小三，插足我和嘉怡的感情。她本是一个小小的职员，没想到野心居然如此的大。蒋边儿这个贱人，全家都果然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奚落倩倩的机会。缠着嘉怡不放，导致嘉悦集团闹得如此大仇。今天我就让她在这儿做我的伴娘，以示众，好好的为她死后所为忏悔。各位来宾，蒋冰儿小姐的表演到此结束。她刚才的所作所为，都是对我妻子赵倩倩的抹黑。许嘉译，我才是你的妻子。你错了，今天是我和赵倩倩的婚礼，不是和你的。你疯了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是许的，你反了你！你不和我女儿结婚，你家业就休想活下去。没错，我是答应和你们蒋家联姻，可是如果连你们蒋家都不在了，我还怎么和你女儿结婚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就在婚礼开始之前，我已经和范家收购了你的股份，现在我才是嘉悦集团最大的持股。什么？你利用我们结婚的时间搞偷袭，攻占我的地盘。我说过了，谁要对嘉悦公司，我就先毁掉。我不甘心，江毅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爱你。卑鄙无耻的小人，操控股价，操控舆论，抹黑赵倩倩，钟浩已经做逼脸上，他会指证你，会被抓的。方助理，王小姐，有吗？这是我的婚礼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我连婚纱都没有准备好。你这样也很好看。